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由于最近工作太忙，加上家里事情真的太多，实在是分身乏术，导致我影片更新有点慢。先跟大家说声抱歉，请大家多多见谅。那么在谈了这么多期的杰洛后，这一期我想把镜头转回来一下，关照一下 X 系列主要的主角艾克斯。那我这期想带大家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聊一下艾克斯的初代装甲，也就是第一装甲。这套装甲不仅是玩家与装甲系统的首次邂逅，也开启了 X 系列装甲配件收集的传统，为游戏带来与原主系列截然不同的战斗体验。影片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下，没订阅的记得订阅，上一期影片还没看的，也可以回去点来看一下。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在讲第一装甲之前，我这边也简单帮大家说明一下洛克人 S 系列的装甲系统。这套系统基本上是洛克人 S 系列中出现的强化道具，它能够强化洛克人 S 的战斗能力。但由于莱特博士担心机器人发生不可控的意外，进而伤害人类，因此将一些原本预计要安装到艾克斯身上的技能移转到装甲胶囊中。只有在确定具备一定安全性时，才会将这些技能追加安装到艾克斯身上。这个设计除了能确保艾克斯的安全性外，也能让莱特博士持续的对装甲进行强化改造。一般而言，艾克斯的装甲被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头部配件、身体配件、手部配件、足部配件。4个部分都各自拥有一些强化性能，偶尔会有一些组合2个不同部位的配件后才出现的强化性能。但由于第一装甲比较单纯，因此这之后有碰到时我会再补充。第一装甲是艾克斯战斗生涯中的第一套强化装甲，主体颜色为白色，在洛克人 S 一代中首次出现，并且在洛克人 S 电幻任务、非正规品猎人 X 以及洛克人 X 大夫中再次登场。我想这边我就再说明一下，我整理的作品通常会是聚焦在洛克人 S 系列。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出现，像是格斗游戏漫威 VS 卡普空无限，或是一空转身到手游神魔之塔的第一装甲。但那就是属于其他系列的游戏作品，因此在本影片中我不会特别讲。然后也由于莱特博士并没有特别为此装甲命名，所以第一装甲这个名称只是艾莉亚为了方便研究而暂定的。过去也是有玩家直接以莱特博士的莱特作为此装甲的名称，将之称为莱特装甲。总之，不管你习惯叫它第一装甲还是莱特装甲，基本上都是指初代的这套白色装甲。初代装甲的性能其实相当单纯，所有强化都只有加强一点点。从现今的观点回顾，都只能称之为非常基础。但就算如此，玩家在逐步收集装甲配件的过程中，仍能明显感受到每次强化所带来的战力提升与玩法变化。这种成长的感觉，并不会随着游戏变旧而减弱。首先谈一下超人版本中的第一装甲，这是最早第一装甲出现的平台与代数。艾克斯在拿取足部配件后，便会获得紧急加速系统的强化。它的功能其实就是让艾克斯能够利用脚底的喷射器在瞬间加速后进行冲刺，跳跃力也会获得明显的增强，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脚步功能。只是说在一代中，艾克斯会同时因为足部的结构强化而能够踢破特定的脆弱墙面，这可以帮助艾克斯在通关中拿取关键道具。这个功能也在之后洛克人 S2 销魂使者中的第2装甲被沿用。而在 PSP 非正规化猎人 X 这一代中的足部配件，功能上大致与超人版相同，也是可以冲刺、强化跳跃以及踢破特定砖块，只是取得位置有变。这在我之前做的全系列脚部配件回顾上也有提到。也由于此代作为1代的重制版，在画面上有明显的进步，玩起来的手感与整体感，个人感觉是有再好一些。而 GBC 版的洛克人 S 电幻任务的足部配件，在功能的强化上，就与刚提到的2座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为本作的艾克斯在一开始就会冲刺，因此在这一代中，第一装甲的足部配件所获得的增强能力叫做腿力强化，主要是让艾克斯可以踢墙、强力跳跃与爬梯速度加快。踢墙我想就不用多谈，就是踢破特定砖块，效果与运用时机与另外2座是类似的。强力跳跃只是让艾克斯可以在进行3角跳跃时，直接拥有冲刺跳跃的跳跃能力，这可以帮助艾克斯跳得更高更远。而爬梯速度加快，则可以让艾克斯爬楼梯时比平常快速。另外也帮大家再科普一下，我记得我之前也有说过这个，实际上冲刺与强力跳跃是艾克斯本体的内建配备之一。第一装甲的足部配件只用来开启此机能，因此在之后的后代作品中，即使没有装备足部配件，也都会拥有冲刺与强力跳跃的能力。然后这边也顺便讲一下，本期各部位配件的说明逻辑，基本上是按我自己理解与喜好来谈，并不是依什么特定次序来安排说明的顺序。接着谈一下超人版第一装甲的头部配件，它的功能是将头部的装甲硬度强化，让艾克斯能够用跳跃的方式将特定砖块撞破，前往封闭空间拿取重要道具。
同时还可以防御由上方掉落的落石。不过可使用的时机并不算多，因此可能有蛮多玩家对此能力无感，甚至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效果。另外，洛克人 S2 消纹使者中的第2装甲是有沿用硬度强化的能力，可以用来撞破特定砖块。但在其他后续代数中，头部配件大多装备了更精密的性能，因此头部撞击的功能就没有被保留下来。而在 PSP 非正规化猎人 S 这一代中的头部配件，基本上功能也与超任版的第1装甲差不多，可以撞破特定砖墙，防御落石，在画面上看起来也更为精致，特效也更多，但在取得位置上就与超任版不太一样。而洛克人 S 电幻任务中的头部配件，其功能也是头部撞击，可以撞破特定砖墙。由于作用大致一样，在此就不多做解释，仅做个功能展示就好。但我在本作似乎没有办法找到可以展示防御落石的点。另外2座的落石是可以在变色龙的森林关卡的落石区中找到，但在本作刚好没有这一关。其他关卡的坠落物实测后，第1装甲的头盔是防御不了的，因此被 K 到还是会损血的。总之，这个我就不细究，留给大家去探索研究。有找到可以防御的坠落物区域，再请留言帮我补充。再来说一下身体配件，它的功能是强化艾克斯身体装甲的硬度，让损伤降低，也能够减少受创时被敌人弹飞的距离与冲击。当然，话虽如此，随着敌人攻击力强弱差异的不同，减伤程度也会随之改变。其次，在 PSP 非正规化猎人 S 中及洛克人 S 电幻任务的身体配件，基本上的功能也是让损伤减少，强化艾克斯的耐打性，取得后都有助于通关与打王。在打最后关卡时尤其明显，没取得身体配件，不管在哪一个版本中，被西格玛打到可都是超痛的。不过这边也提醒一下，重置版与外传版在身体配件的取得上都有更动原始设定，因此在这3座中的获取关卡都不一样。此外，在 S2 之后的后续代数，身体配件的性能大多数被改为可吸收冲击能量并储存起来，再转成强力的必杀攻击，称之异造攻击 Giga Attack。有机会我会再做一期异造攻击的影片替大家讲解。接着就来说一下，我觉得比较算是初代装甲的重点配件，那就是手部配件。它的第一个功能是突破原本的击气射击极限，让艾克斯在第2段射击超高 X 爆裂弹之后，追加第3段击气攻击螺旋爆碎射击。在超任版中，螺旋爆碎射击是一个如霰弹枪般的能源扩散射击，这些能源弹会汇聚成3束，发射的同时后方会产生一道冲击波，这可以让艾克斯在射击时后方具备一定程度的伤害效果，攻击在正后方的敌人。而手部配件的第2个功能，相信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特殊武器的击气射击。这项功能让艾克斯在使用8大魔王的特务时，可以透过击气让特务获得强化，变成击气版特务。特务击气后会改变原本的攻击形式及射击形态，在大方向上会让特务性能有所提升。在后续的作品中，除了一些特殊装甲或情形外，大部分装甲的手部配件也都可以进行特务的击气。有关特务击气后的应用，我这边就不会特别细讲。总之，击气版特务不管在哪一代，实战上是得看使用情境而定，因为特务有时不一定击气后比较好用。在 PSP 非正规化猎人 S 中的手部配件，功能与超任版并无不同，也是可以进行第3段的强化击气射击与特务击气射击。其中比较不同的点在于，非正规化猎人 S 中的螺旋爆碎射击没有后面的冲击波，发射时仅能针对前方敌人给予伤害，这也是改版后相对比较大的变动之一。特务击气方面，有些特务的射击形态也与超任版不完全相同，这边同样不细说，以后要讲解特务的时候，我再开一期来说。接着，在洛克人 S 电幻任务中，同样也是具备前述2种功能。在螺旋爆碎射击的部分，也不会出现冲击波，而且主弹还会变成2发小型能源弹，并且会以卫星形态环绕一颗大型能源弹的形式呈现。在画面上的覆盖占比也被大大调降，不仔细看会感觉就只是一个粉红色的大型能源弹而已。在这一代中获得手部配件一样能使用击气版特务，效果同样是强化特务，在细节上也与前面提到的2个作品不尽相同，但在这边我就不多说，毕竟本期不是要谈特务。另外提醒一下，外传版与重置版的手部配件的取得地点也同样有新的设定，因此都与超任原版关卡不同。玩的时候建议还是查一下网络上的攻略顺序，以免带着过去超任版的通关记忆去闯关，边玩会边想骂靠北。值得一提的是，在超任版与 PSP 重置版的游戏中，若玩家故意不去取得手部配件，游戏便会安排玩家在西格玛宫殿的杰洛自爆事件后强制入手。但比较不同的是，在超任版中所取得的手部配件，与放在装甲胶囊中的手部配件是一模一样，在攻击力、功能及能源弹外观上并无二致。但在重置版中，玩家则会取得一个货真价实的杰洛手炮，进而让玩家可以发射杰洛飞弹。炮弹的外观与形态也会从艾克斯原本的螺旋爆碎射击，变成杰洛专属的大型能源弹射击。
且在打王上也会有所加成。唯一缺点就是 PSP 版的第3段集气射击要集非常久，使用时还是得考虑集气时间过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再来讲一下第一装甲的终极大招波动拳，不论是哪个版本，在收集完完整的第一装甲后，都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并在特定地点取得第一装甲的隐藏配件波动拳。在原版与重置版中，波动拳是必须在满血状态下才能够发动，且都具备超强威力。除了一些特殊情境级魔王外，几乎所有敌人都能够一击必杀。而重置版甚至连最后魔王狼人西格玛都能一击必杀。在重置版中，波动拳可说是更加暴力。不过在电幻任务中的波动拳就有点特别，这代波动拳是跟升龙拳一起取得的，且波动拳的威力也被大幅度的削弱，其威力大概是一个比较强一点的集气射击，且不需要满血也能用。虽然威力也不算差，但对我来说，不能够一击必杀的波动拳算什么波动拳呢？而在之后的销魂使者的第2装甲也沿用了这个设定，同样是可以一起取得波动拳与升龙拳，当然强度也不如原版与重置版，就当成一个隐藏追加的特务理解可能会好一点。最后讲一下洛克人 S-Dive 版的第1装甲，也就是手游版的第1装甲。基本上 S-Dive 的系统与过去传统的单机版差异非常大，无法像前述代数一样拆成4个部件功能来逐一介绍。因此这边我会顺应 S-Dive 系统设定，以角色主动技及其他技能来补充 S-Dive 版第1装甲的特色。S-Dive 的第1装甲全名应为第1装甲艾克斯。第1装甲艾克斯为游戏前期推出的 S 级角色，因此其能力值是无法与 X-Dive 后期角色放在同一个水平比较。但就这个角色的设定，也算是平衡型的实用角色。第1装甲艾克斯在主动技部分取用了原作手部配件及头部配件的重点功能，分别为螺旋爆碎射击与头铠撞击，前者是远程攻击，后者则为近战攻击。当玩家使用集气射击并达到最大集气时，艾克斯便可以发动螺旋爆碎射击对敌人进行攻击。在本作中的螺旋爆碎射击是实打实的多发弹数伤害，若全弹击中同一目标，攻击力可说是相当威猛。就词典的设定上来看，其实是比原作还强。再来，此招在本作中也会在角色的正后方产生一道冲击波，可以对接触到的目标造成伤害，因此也可以用来防御后方的威胁。而当玩家使用头铠撞击时，艾克斯则可以使用增强硬度的头铠撞击路径上的所有目标，并可对其造成不小的伤害。这是一招很强悍的近战攻击技能，只是说在原作中，头部配件的头铠撞击是无法用来攻击敌人的，只能拿来撞破特定砖块，让艾克斯前往封闭区域获取道具。但在本作却变成一招可以用来攻击敌人的必杀技。然后此招是可以在一段跳跃后接续使用，因此在实战上玩家也可以善用此特性前往高处拿取道具，算是一招蛮好用的捡物招式。然后在 X-Dive 中的角色都是可以透过强化卡、角色卡片、固有 DNA、新等解锁、角色升级等各种途径来增强角色能力，并叠加各种被动 buff。但这边我就不细说，仅提醒第1装甲艾克斯的角色天命是以手炮为主，在相关被动技与强化效果上，大多会围绕在这个特性上，因此在挑选装备时，建议就以手炮类武器为主，才比较能让此角色的最强战力获得发挥。最后的最后，我猜应该有玩家想问，那 X-Dive 的第1装甲艾克斯可不可以使用波动拳？很遗憾，此版的第1装甲是无法使用波动拳的。不过，当玩家在第1装甲的角色页面上点击一定次数的角色介绍后，第1装甲艾克斯也是会意思意思表演一下波动拳给大家看，只是在游戏中就无法使用。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洛克人 S 系列第1装甲的完整回顾，记得按赞、按订阅，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